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项技术。坦白说，我看完你分享的这些资料后，觉得它有点科幻呢。哈，听起来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吧？对呀，想象一下，不用接触身体，甚至不用任何专门的医疗仪器，只用我们身边无所不在的 WiFi 或未来6G 讯号，就能听出你的肺有没有问题。但这就是科学论文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我们手边的资料很完整，包括一篇发表在通信医学期刊上的原始研究，还有几份格拉斯哥大学发布的解释性文件。OK，所以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搞懂这项技术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号称高达98% 的准确率，是真的吗？以及这对我们未来的医疗保健，特别是那些资源不足的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没错。但在我们进入这个未来科技之前，也许我们应该先聊聊现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肺部疾病筛检方法？现有的方法不是已经很成熟了吗？像是 X 光、电脑断层扫描这些。问得很好，这正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呼吸系统疾病是全球第3大死因，这绝对是个大问题。第3，哇！对，然后你提到的 X 光和 CT 扫描确实是诊断的黄金标准，但它们有几个根本性的限制。首先，它们都有游离辐射，你不可能3不5时就去照一下，当做例行检查嘛。也是。其次，这些设备非常昂贵，而且需要专业的放射科医师来判读，这在很多偏远或资源有限的地区根本就是个奢求。我还想到一个肺功能测试，我之前做过一次，就是要你对着一根管子用尽全力吹气，吹到感觉肺都要出来了。那对一个呼吸本来就有困难的病人来说，应该很辛苦吧？完全正确，那个过程对体弱的病人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当然，最基本的就是医生用听诊器听诊，但那需要近距离的身体接触。对，在经历过全球大流行之后，大家对于非必要的身体接触，尤其是可能带有呼吸道传染病的筛选，都变得非常谨慎。所以总结一下，现有的方法要么有辐射，要么很贵，要么对病人不舒服，而且都不太适合做大规模、快速又安全的初步筛选。没错。好的，所以问题很明确，我们需要一种无接触、无害、低成本又快速的方法。既然传统方法有这么多限制，很自然就会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隔空完成诊断？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这份研究的核心概念恰好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是的，这个概念非常巧妙。它的基础理论是，不同的肺部疾病，比如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 COPD， 或者肺炎，都会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一个人呼吸的模式。微观层面？对，可能呼吸变得更短浅、更急促，或者呼气和吸气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人眼看不出来的，甚至有时候连听诊器都很难分辨的微小差异。而这些微小的差异就成了这项技术要捕捉的目标。资料上说，他们用的是一种 5.23 GHz 的 OFDM 讯号。OFDM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什么？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种非常聪明、高效的讯号传输方式。我们现在手机用的4G、5G 和家里的 WiFi 核心都是用这种技术。原来就是我们日常在用的东西。对，它的优点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也能稳定的传递大量资讯。在这个研究里，他们就是把这种讯号对着病人的胸腔发射。所以讯号达到胸腔，然后呢？当我们呼吸时，胸腔会有起伏，这个微小的物理运动会对反射回来的无线电讯号产生挑变，改变讯号的振幅、频率和相位。换句话说，健康平稳的呼吸会像在平静的湖面丢下一颗石头，产生一圈圈规律的涟漪。而一个气喘病人的呼吸，可能就像在湖面快速、不规律地丢下一把碎石，产生的涟漪模式会完全不同。这套系统要做的，就是学会如何解读这些无线电波的涟漪。这个比喻很棒，无线电波的涟漪。所以我们等于是给每个人的呼吸模式都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签名。不过光有理论还不够，他们是怎么验证的？这就要谈到他们建立的那个资料库了吧，叫做 OFDM Breathe。
没错，任何 AI 模型的成败都取决于它吃进去的资料品质。这个资料集是整个研究的基石。他们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市的一家医院找了220位受试者，其中190位是已经确诊患有5种不同疾病的病患，包括气喘、COPD、间质性肺病、肺炎和肺结核。另外30位是健康的人，当作对照组。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研究报告提到，数据收集的时间是在2023年底到2025年初。你分享的资料里有提到，这段时间正好是拉合尔当地的重度雾霾季节，这应该不是巧合吧？绝对不是，你抓到重点了。拉合尔是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哇！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收集数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这意味着 AI 模型学习到的不只是单纯由疾病引发的呼吸特征，还混合了极端空污环境对呼吸系统的综合影响。我懂了。这样整个研究的结果更贴近真实世界，因为在现实中，病人的状况很少是单一纯粹的，这大大增加了这个资料集的价值。好的，所以他们收集了这些充满呼吸签名的复杂讯号。下一步就是要让 AI 来解读。我看到资料上写，他们最终用的是一种叫卷积神经网络，也就是 CNN 的模型。这我就有点好奇了。我的理解是 CNN 不是通常用来做猫狗照片那种图像辨识的吗？为什么会用在分析无线电讯号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研究的巧妙之处。你说的没错， CNN 的强项就是辨识影像里的空间模式，比如猫的耳朵、胡须的形状。对，在这个研究里，科学家把随时间变化的无线电讯号，也就是它的振幅、频率、相位变化，转换成一种看起来像二维图像的数据。等一下，把它变成图。对，所以 AI 并不是在听讯号，而是在看一幅由无线电讯号组成的不断变化的画。它从这幅画里面去寻找属于气喘、肺炎或健康呼吸的独特视觉模式。哇，这个思路转换太聪明了，等于是说把一个听觉问题变成一个视觉问题来解决。就是这个意思。那结果如何？准确率真的有那么高吗？结果可以说是非常惊人。论文数据显示，这个 CNN 模型在区分5种不同肺部疾病上，整体的准确率高达 98%。98%？ 这在医疗诊断领域是非常非常高的数字。对，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在辨识健康个体这一项上，它的准确率是 100%。等一下，100%，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到有点不真实。在科学研究里看到100%，通常都要先打个问号。这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健康对照组人数比较少，只有30个人，所以结果比较幸运啊？你提出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也是科学家看待研究的严谨态度。没错，30个人的样本数确实不大，这也是为什么研究团队在论文中将其定义为可行性研究。OK， 这个100%的结果，在统计学上可能存在偶然性，但它传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这个模型有极高的潜力，可以非常准确地排除掉健康的人，也就是伪阳性的几率可能很低。了解。在筛检中，这点非常重要，可以避免让大量健康的人去做不必要的进一步检查，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和个人焦虑。理解了。所以这不是说它未来一定能达到100%，而是证明了这个技术方向的巨大潜力。好，这就有趣了，因为这就不只是一个医疗仪器的问题，它等于是帮我们预告了整个未来网络的样貌。资料里一直提到一个词 ISAC 就是整合性感知与通讯 Integrated Sensing and Communication。 整合性感知与通讯。对，这是未来6G 网络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思就是未来的通讯基础设施将不再只负责传输数据，同一个设备同一个讯号可以在跟你视讯通话的同时也感知周遭的环境。就像家里的 WiFi 路由器，除了让我们上网，还能顺便侦测房间里有没有人，甚至在我们睡觉时监测我们的呼吸状况，看看有没有睡眠呼吸终止的迹象。正是如此。
而这项研究最关键的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率极高。怎么说？为了确定这个系统到底有多高效，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实验，叫做消融研究 （ablation study）。消融研究听起来又是一个专业名词。其实概念很简单啦，基本上就是减法实验。减法实验。所以他们发现了什么？是不是不需要用到全部的运算能力？没错，他们发现，即便只用64个频率中的8个，准确率依然能维持在96% 的高水准。哇，只用1/8的资源。对，这意味着什么？整个感测任务只需要占用12.5% 的频宽，剩下的87.5% 的频宽完全可以继续用来传输数据，让你正常的看影片、玩游戏。这就证明了感测和通讯可以无缝的整合在一起，而不会互相干扰或拖慢网速。这点真的太重要了。这代表它不是一个需要独立运作的昂贵系统，而是可以直接建构在我们未来的日常网络基础设施之上。我们来听听研究者自己是怎么说的。格拉斯哥大学的 Kamer H. Abbasi 教授就强调，医疗保健将是 ISAC 的关键应用之一。对，而另一位主要作者来自巴基斯坦资讯技术大学的 Mohammad Mahbub ur Rahman 教授的说法，我觉得更点出了这项技术的社会价值。他说，能够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进行准确、低成本且快速的大规模筛检，而无需侵入性测试或辐射，这将是医疗服务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游戏规则改变者，这句话分量很重。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线索串起来，这项技术的潜力应用场景就很广了。小至诊所，医生可以在病人走进诊间时，就透过房间里的讯号，对他的呼吸状况有个初步判断。大到智慧家庭，系统可以在你还没感觉到明显症状时，就从你夜间的呼吸变化中侦测到早期异常，提出警示。甚至在未来再次发生大规模传染病时，可以在机场、车站这些公共场所设置安全非接触的初步筛检通道。而且它最大的影响力，可能是在弭平全球的医疗差距。在那些缺乏昂贵 CT 扫描仪或训练有素的放射科医生的偏远地区，只要有网络讯号，一个简单的 WiFi 设备就可能让当地民众享受到先进的早期诊断服务。没错，这对实现医疗公平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当然，我们也要务实看待啦。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这目前还是一项基于220位受试者的可行性研究。下一步绝对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纳入更多元的人种、年龄层和生活环境的数据，来验证模型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之后还要通过各国医疗监管机构的批准，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好的，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一种利用未来6区或 WiFi 讯号的非接触式新方法，可以透过分析我们呼吸时胸腔的微小运动所产生的无线电波涟漪，以高达98%的准确率筛检5种主要的肺部疾病。而且这项技术的效率极高，只需要占用极少量的网路频宽，为未来整合性感知与通讯的智慧生活铺平了道路。它不会在短期内取代医生，但它非常有潜力成为一个强大的辅助工具，帮助医生做出更快、更准确的判断。就像是赋予了医生一种隔空听诊的超能力。对，可以这么说。聊到这里，也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如果未来的 WiFi 路由器能监测我们的呼吸，那在我们的日常环境中，还有哪些微弱的健康讯号，像是心跳、体温波动，甚至走路的姿态，正静静地等待着合适的感测器和 AI 来解读？在未来，你的数位环境还能以何种你几乎察觉不到的被动方式来了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